我摆摊算卦的时候，有个女人抽中了上签，她喜上眉梢，以为好事将近，可我却拿着这支上签，对她说：“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活不了几天了，因为灵签出血，必有人亡。”初一，寺庙前进香的人络绎不绝。我穿着从宋玄清道观里顺出来的道袍，手持签筒，在寺庙门口摆了一个摊位。周边人频频侧目，都觉得我是来寺庙抢生意的。我没有理会别人的眼色，直接在地上铺上一大块黄布，上面龙飞凤舞的用大字写着：“有缘者抽签，一次100元，算不准签被退还。”一群人迅速就围在我周围看热闹，好几个男的七嘴八舌的讨论着，神神叨叨的，这倒是摆摊儿能摆到寺院里。大师，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？大师啊，你这怎么样才算有缘者？算不准真给签被退还啊？你看我像吗？乖乖嘞，那要是一个人算不准，不就是10万块啊？嫩们当道士这么赚钱的吗？我气定神闲，语气肯定地说，算不准的话，我当然会给钱了。你们中间只要有人能丢3次硬币，全都是正面朝上，就是与我的有缘人。这10万块钱的诱惑就在眼前勾着，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试一试。可偏偏这枚邪门的硬币落在地上却全是反面，众人纷纷唉声叹气，大呼可惜，捡到便宜的不是自己。这个时候，一个手拿 LV 包包的女人来了，她盯着摊位看了好一会，才开口问道：“你这个玩意儿真的准吗？”我没有责怪她的用词，跟她说：“想知道准不准，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。”她似乎被我鼓舞了，随手就把 LV 包放在了地上，拿起硬币，小心翼翼地抛了3次，3次都是正面朝上。她有些不敢置信，眼神来回打量这个摊位。旁边一个男的啧啧称奇：“难不成这世上还真有缘人这一说啊？这硬币不会是有问题吧？美女，我给你一个硬币，你用我的再试试。”他没有拒绝，这一次他不再小心谨慎，动作随意的3次高高抛起，硬币又是3次正面落地。周围轰的一下热闹开了，牛啊！旁边有人小声议论：“这姑娘年龄不大，难不成真有2下子？”我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个女人，恭喜这位有缘人，你心中默念你的生辰时间、姓名、所求之事即可，上天自会给出指点。他拿着签筒开始晃动，啪嗒一声，竹签应声落地。他捡起来把竹签递给我：“大师，给你帮我看看。”我眼皮都没多抬一下，不要见谁都叫大师，先付钱，然后解签就可以了。这女人面上有点不高兴，但还是很痛快地扫了码，接着把竹签递了过来。我接过竹签扫了一眼，认真地跟她解释了起来：第104签，喜喜自问一点黄，诏书催子入朝门，从今显达皆荣贵，且待天颜因宠光。单看签文，你抽这一签，算得上是上签，这一签就能保你今后的荣华富贵。这女人得意洋洋：“那你给解释解释，这个签文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勾起嘴角笑笑：“你求的应该是姻缘吧？这上面说你姻缘和，要嫁之人声名显赫，富甲一方。”她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样子。我说：“但是有个前提。”她不解地问：“什么前提？”接着我话锋一转：“前提是你能活过下个月。可是我看你的样子，过几天就要惨死家中了，你怕是没那个福气和美美了。不信你看。”我把竹签放在她的手上，只有她自己才能看到，从竹签的上面流出红色的液体，沾满了她的一双手，不需要搁在鼻尖上也可以闻到浓重的血气。她吓坏了，将签摔在地上。周围有人嘘了一声，替美女打抱不平：“你这女的怎么这么说话？见人家抽签抽了个好彩头，故意咒人家是不是？你丫的是真缺德！”“就是啊，美女别怕，咱报警把她抓走。”“什么人啊，嘴真贱！”这女人脸色也是难看至极，碍于这里是佛门清净之地，才没有对我破口大骂。她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没有好脸色给我，胡扯八道。我下个月要是不死呢？我要是没有血光之灾，不会死呢？你给我磕头认错。她望向我的眼神布满了血丝，神情狰狞得像个恶鬼，是要吞人的样子。可只有我知道，与她这身高贵的行头不相称的是，她的那双手掌上长满了抹不去的老茧，这是多年来做粗活时留下的痕迹。我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对她说：“不用等下个月，你这10天之内就有血光之灾，10天之内只要你不来找我，就你都算你赢。我要是输了，千倍赔偿你挂金就是了，磕头认错也不是不可以。”在座的所有人都不知道，我天生严灵，我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实现的。既然灵签出血，就必定有人要丧命。我顺带着向周边人宣传，这是我们道观的官方微信，有需要的都扫一下，我是随时都在。有需要占卜、算卦、做法事都可以找我们。现在有活动，超度的话超1送1。10天后我会直播，到时候感兴趣的可以来看。如果我算的是错的，这10日里这位女士没有任何血光之灾，我当场把钱赔她，并且给她磕头道歉。这话让我说的一板一眼的，也确实有挺多一部分人拿出手机扫码关注了，包括刚才那2个骂我的。那个拿着 LV 的女人也加了我，备注明示姚婷婷。旁边观察挺久的寺庙师傅再也容忍不了我了，他拿来一个大喇叭挂到我旁边的树梢上，摁下了按钮开始播放：拒绝封建迷信，
警惕骗局，外乡禁止入寺。拒绝封建迷信，警惕骗局，外乡禁止入寺。生意做完了，我的目的也达成了，就准备直接收摊回道观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手机抖了抖，弹出了一条信息：姚婷婷，要是10天之内没有问题，我非找人砸你那个破道观不可。我没有直接回复，给他发送了一条道观的定位，就熄灭了手机。在我回道观的路上，有一只小黄皮子不远不近地跟着我，我装作没有看见他，等快到宋玄清道观的时候，他才钻进了草丛里，不见身影。观里的师兄看我回来了，热情跟我打招呼：青青，从哪儿来的呀？累着满头汗，你姥姥待会该心疼了。我喝了一口水，去摆了个地摊。宋玄清呢？还没回来吗？观里的师兄观主一大早就回来了，在准备下午的3届符法事，替人祈福。我算了一下时间差不多，带着我的装备又再到关门口直接开始摆摊，黄布往地上一铺，依旧是有缘者抽签，一次100元，算不准签被退还。师兄挠挠头：青青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赚外快吗？你算吉凶祸福还用得上抽签？这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我摆摆手：师兄，有些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。到底是主场，我摊子刚支起来，就围了很多人想抽签，可他们扔的硬币别说3次正面了，连1次正面都没扔到。很快，我要等的人来了，一个穿着简朴的25、26岁的男人走了过来，他眼神浑噩，手里死死攥着一个书包，书包里面看起来鼓鼓的。看了一圈热闹，他犹豫再三，还是觉得准备要走人。我开口拦人：这位小哥不试试吗？这么多人都不行，说不定有缘人就是你呢。他一脸自嘲：我还有事儿，再说这么多人都不行，咋可能是我？旁边人哪肯放过这个乐子，一起起哄：来试试，他要是算不准，能给1000倍赔偿，那就是10万块钱，咱1年也不一定能挣10万呢。就是我也觉得这女的有点玄乎，10几个人一次正面都没有。这哥们算是被鼓舞了，他把地上的硬币拿起来，检查了一下没问题，就开始抛硬币。众目睽睽之下，3次全是正面，他没停下，接着丢了第4次、5次，依旧是正面朝上。我笑：看吧，我就说的那个有缘人就是你。我把竹筒递给他，默念你的生辰日期、姓名、所求之事，一定要记住，一事一问。我的表情太过严肃，他不由自主地点点头，接过签筒，闭上眼睛开始摇晃。啪嗒，竹签再次掉落。我主动从地上捡起，是第75签，宛如抱虎过高山，战战兢兢胆碎寒，幸得山前逢妙手，切须保守一身安。兄弟，下签。我望着他手里的书包，叹了一口气。你所求一切，不过是劳心费力。你如果当真要这么做，也没有人会责怪你。可后果你想清楚了，一步踏错，那就是覆水难收。他没说话，一个大男人就这么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看他犹豫不决，我把我在外拉生意的烫金名片给他了，有事儿解决不了，可以来找我。旁边有人说了：女道长，你这支下签还没说什么意思呢？你们俩在这打哑谜呢？这人不会是托吧？这男人身体僵直，显然我的意思他已经懂了。他抱着包逃也似的离开了。我对着他离开的方向默默念了一句：奔波阻隔重重险，带水拖泥去渡山，更望他相求用事，千乡万里未回还。退身可得，进步为难。这一劫还真是大劫。一旁的人们不理解我所说的话，看到没热闹可看，摇摇头都走了。隔着人海，我望着他的背影，他整个人都被灰黑的气息笼罩着，其中隐隐约约还透露着血色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人怕这几天就会选择自杀，说不定他手上还会沾染上其他的人命。身边的人慢慢散开后，一只锋利的爪子突然扯住了我的裤脚。我低头对上了一双绿油油的眼睛，小东西冲我眨眨眼。我还没回过神来防备，他就顺势窜到了我的肩膀上，接着勾住了我的衣服。我只感觉到肩膀一沉，此后我双目茫然，如同梦游一般，不远不近地跟在刚才求签的那个男人背后，直到看他走进了一所医院。他还想控制住我，让我接着跟上那个男人进病房。我见目的地到了，我也就不装了，一伸手把他薅下来了。小东西，太岁爷爷头上你动土，我昨天夜里都答应你救人了，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他见我轻而易举破了他的障眼法，身子抖得像筛糠，这才开始后怕，向我讨饶：大人饶命，小的真的是救人心切。我拎着他的脖梗子，有些无语，既然来了，就跟着去看看吧。还没走近，病房里传来男人的濒临绝望的怒吼：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逼死我是吧？要死，咱俩就一起死。我心中一沉，出事儿了，坏了！手上拎着那只黄皮子，就往病房里面冲，对这个动手的男人高喊：高贺，你松手，你清醒点，这可是你亲爸。高贺只是觉得自己的手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钳制着。小黄皮子眼睛亮晶晶的，略微羡慕，这就是言出法随的力量吗？我得修几辈子才能有啊！高贺抬头看我一眼，我见他昏黄的眼珠子里布满血丝，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的身上满是痛苦和挣扎。我上前2步，把他的手从老头脖子上掰了下来。他终于回神，一个大老爷们
抱着脑袋蹲在地上痛哭。床上老头半晌才透过气，做了一个深呼吸，然后就是拼命咳嗽。他差点就被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活生生的掐死在了这张病床上。嗨，我眼疾手快地按了床头的救护铃，护士很快就赶到了，看老头这心率和血压都飙得飞快，赶紧摇人喊医生过来。等检查一番之后，老头没有大碍。他们看了一眼还蹲在地上的高贺，摇摇头走出去了，谁也没提要报警的事儿。临走的时候，护士还劝他说：“高贺，你再好好劝一劝大爷，你好不容易凑出钱了，大爷的手术成功率也很高，能治疗一定不要放弃呀。”我看了一眼床上的老头，阳寿不多了，可人却是个一生积德行善、刚正不阿的好性子，怪不得宁愿死也不愿意用这笔来路不明的钱。只可惜他的命不好，这次的坎儿就算过去了，也就最多能活个4、5年。这么多钱砸下去，真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。高贺狠狠抓起那个包，摔在地上，一沓一沓的钱散落在地上。他有些魔怔了，仿佛在自言自语：“爸，你怎么就这么固执？这钱是我捡来的，又如何？他能救你的命吗？算我求你了，你就用了吧。你非得看你儿子没有爹是吗？”床上的老头快70了，嘴巴抿成一条线。我从小就教过你，不义之财不可取。你逼我用这个钱，还不如像刚才那样，直接要了我的命。我要是死了，我到下面看见咱家的列祖列宗，我不会说你这狗儿子一个不字。你爸爸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自己了解，我就算这次好了，也活不了几年了。你何必如此想不开？高贺，你就是能多活1天，我也愿意给你治。能治不给你治，你想让我愧疚一辈子吗？这父子俩若无旁人的僵持，气氛一下陷入低谷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伸手把他拉出了病房。高贺，出来我跟你谈谈，问你几件事情。他跟我出了病房之后，靠在墙上点燃了一支烟，也不管这里是不是医院，旁若无人的抽起来了。我知道是来路不正，这么多的钱对谁也不是小数目，但是你明不明白，这钱我要是不用，我爸就会死啊。哈哈，不瞒你说，我刚是真的想杀了他，他怎么就这么固执？不如我和他一起死了好了。是我无能，家里能卖的我都卖了，能借的我都借了。大师，你看我的手。他摊开手掌，我看到他手掌上面有2根手指头，硬生生比旁边的短了一截，一看就是手指头断了，后来重新接上的。我手指也是在工厂干活的时候被机器绞断了，老板也不让我上班了，给了我2000块就把我撵回来了。可是我爸，他凭什么只想着自己能享清白的活呀？他从小养了我20多年，就能狠心让我亲眼看他去死。他哭得哽咽，我一直等到他哭够了才开口。你哭完了吗？你爸看病的钱我能借给你，利息随你，本金5年内还清就可以了。你跟我去把这包里的10万块还回去，然后带我去找你那个老板，欠你的钱我让他连本带利还你。啊，大师，你是要做法吗？他傻了。我做什么法？是做法，劳动法。咱先去要钱，他如果不给的话，我带你去仲裁起诉他。低头看了一眼手表，快走吧，先把钱还回去，再耽误一会真来不及了。我带着他去柜台前预存了20万，其实这老先生的病已经陆陆续续砸了几十万了，就差最后这一场手术了。可是高贺真的是1分钱都掏不出来了，众筹、借款、卖房、求助媒体，所有办法都试过了。他原先那个女朋友给了他3万块之后，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，也消失在了人海中。高贺说，他当时走投无路之下，各种法子都想试一试。听到隔壁的病友说宋玄清的道观许愿很灵，就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了道观。他刚到那儿，观里的人太多了，他心里烦躁的要命。这时候脑海里突然传出了一道温柔的女声，像是在吸引着他往前走，一直到他走到了一个小庙附近，愣是一眼就看见了草丛里面有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，左右四下无人，鬼使神差的。他打开包，里面就是厚厚一沓红色的人民币，足足有10万块钱，不但够给他爸爸看病，连后续康复也够了。他激动的心里像打鼓，正往回走的时候，遇见了摆摊算命的我，心头的热切顿时消除了大半。结果到了医院，他爸知道这钱是捡来的，就是死活不愿意用。他的心理防线算是彻底崩溃，本来以为是祖师爷开眼给了他一条活路呢，现在这条活路又被他自己给堵死了。刚想和他爸一起去死的时候，我来了。交了费之后，他神智才慢慢恢复正常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大师，你怎么知道我叫高贺，还知道这钱是我捡的？我笑笑，不可说，你和你父亲命中有贵人相助，是有人求上门让我帮你。他似懂非懂，大师你说的这个贵人是？我拎着他们家贵人的脖梗子，打了个哑谜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你还记得钱在哪儿捡的吗？他有些发懵，就在你们道观不远，旁边有个很小的小庙前面。我也是不经意间走过去的，让我找回去，我还得想一下。这时候，我手上的黄小仙儿吱吱歪歪地扭曲着身体，这是在向我示意，他知道路。高贺偷偷瞥他好几眼，他也有心情跟我开玩笑了。大师，您这宠物挺别致的。我把黄小仙儿放下，他在前面带路，我和高贺走在后面。
等出了医院之后，走了一段距离之后，路上我跟他闲聊，高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爸今年都70多了，而你才只有26岁？我带着高贺先去把钱还给了丢钱那家人，到那儿他才知道这家也是一个女孩生病了，做爹妈的好不容易借到了10万给她看病，却被孩子奶奶偷了出来。孩子奶奶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人说会给她送子，10万块钱能给他儿媳妇肚子里送一个健健康康的大胖儿子。他跑到地方一看，真的有一座小庙。思考再三，回家偷了钱，准备送去小庙，结果还没到地方就丢了。他也不敢说是他拿的，只是埋怨儿媳妇没看好钱。我跟高贺找到地方的时候，女孩家里已经天翻地覆了。女孩妈妈爸爸已经带着孩子，准备一家3口喝要上路了，被高贺一把抱住拦下了。还了钱之后，他就差给高贺磕头了。女孩她爸当天就让他奶奶卷铺盖回农村老家了，跪着跟媳妇儿发誓，这辈子除了丧事儿再不跟他妈来往。出了门之后，我清楚看到高贺头上全是豆大的冷汗，他转头看我一眼，表情僵硬又尴尬。在女孩家里的时候，我试图去感受孩子奶奶接触过谁，一番探索后，我的心里有了答案，原来始作俑者竟然是他。过了2天之后，高贺的父亲情况稳定了一些，我就带着他去了他原来老板的家里去讨赔偿。这个老板姓王，住在一个富丽堂皇的2层小别墅，门口还带着一个小花园，看起来就十分有钱。来给我们开门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前几天上午遇到的那个抽签的女人姚婷婷。她看着我，又看着高贺，脸色很不好。我说前2天怎么会莫名其妙遇到神棍？原来是你安排的。你不是咒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昨天下午我就跟我老公去领证了，你等着给我磕头赔罪吧。还有，我家老王不在家，赶紧走吧，不要再来了。不都是赔过你2000了吗？真是贪得无厌。高贺一张脸面涨红，刚要争执，我伸手把他拦下来了，不要冲动。我望着姚婷婷开口说，你男朋友应该说要给你办结婚典礼了吧？你的婚礼典礼就定在2个月后的14号，对吧？他得意洋洋，那天我还真让你糊弄住了，现在半个申城的人都知道了，还用你说？他举着手给我看上面的婚戒，足足5克拉大小，按照市价来看，这一枚戒指大概就是20万的价格。穷人的救命钱可能只是有钱人的装饰品，本来不该放在一起比较，可前提是这装饰品不该是用救命钱换来的。我叹了口气，我给你的联系方式你得好好存着吧，我跟高贺先回去了，我等着你上门。姚婷婷脸色极其难看，扫把星，赶紧滚，再不走我报警了，10天后直播我会去看，到时候你别忘了当别人面给我磕头赔钱认错。高贺刚想替我想说2句，我拉着他走了，不用说太多，今天只是来认门，3日之内他必大祸临头，直播估计他看不上了。姚婷婷用力关门，砰的一声就差甩我脸上了。高贺一副惊悚的表情看着我，大师您给他下诅咒了？我一脑门子黑线，想什么呢？我给他下个锤子。他之前和你一样，在我这里也求过1000，虽然他求的姻缘是上千，但他面上血煞笼罩着，明显有人在算计他的命，怕是有墙内桃花临煞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我要真想给他下咒，都不用出到关门，何必带你兜这么大的圈子？我是真的想救他。高贺挠挠头，他都这么对你出言不逊了，大师你还想救他呀？我回头望着这个豪华的别墅，这一间屋子普通人怕是一辈子也买不起一个厕所，能唾手可得，谁还想努力呢？你不懂，我就是故意激怒他的，不然他只会将信将疑。现在他觉得我是个神棍，到时候大难临头的时候才会更觉得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其实他的事情看似跟你无关，实际上却又是息息相关。我要救你，就得救他，你们俩要活就得一起活，不然只能一起死。我的话说得很重，吓得高贺脸刷的一下就白了。我跟他解释，那10万经了小庙的手，就相当于是买命钱，你拿了小庙的买命钱了，就别想这么轻易脱身。别人给你送钱，不管你花不花，他如果没有得偿所愿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人就是这样，之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不怕死，现在他爸的病有救了，赔偿也有希望要回来，他又开始怕了。第2天，天还没亮，我的手机疯狂震动，我睁开眼，伸手拿过手机，上面有112个未接电话，给我手机都震没电了。我找到充电器插上，不慌不忙地打了回去，那边迅速就接通了，一道哆哆嗦嗦的女声传了过来，求求你，大师饶命。是我嘴贱，有眼无珠，那红衣女鬼要杀我呀！我喝了口过夜茶，润润嗓子，不是我派去的，是有人要杀你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还不信？你只在我这里抽了这100块的签，我凭什么帮你这么多？他那边传来滋啦滋啦的电流声音，是我错了，大师救救我呀！送上门你不要，完了再让我救你，我凭什么这么大度？说完我就把电话掐了，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救他了。刚只不过是想让他那边的脏东西安静下来，我如果直接送过去了，他怕是会直接弄死姚婷婷。现在猫玩老鼠，一切慢慢来，对他而言多有意思。这次轮到我自己拿起了签筒，嘴里念叨着求问，
姚婷婷此女是否可以逃出升天？我捡起落地竹签，劝君切莫向她求，四鹤飞来暗箭头。若去采新蛇在草，恐遭毒口也忧愁。签文说让我少管闲事，一不小心反过来会伤害到自己。说到底，还是姚婷婷自己德行有亏。我拿着包出了门，里面装了些纸钱和黄符，给高鹤打了电话，然后就先一步去了姚婷婷的别墅。今天天色阴暗，不见天日，不得不说，真是杀人放火的好日子，还挺会挑时候的。别墅的大门没有关，姚婷婷就在大门口转悠，却像找不到出口一样。通俗点说，她现在就是一只无头苍蝇，看不见凡间的事物，被鬼遮眼喽。红衣女鬼坐在沙发上喝着茶，仪态看起来很是大方。看到我来了，也没有像其他鬼怪一样毕恭毕敬，毕竟是顶级的怨鬼，有点脾气是可以理解的。高燕，你非要让他死在这里才能了你们之间的恩怨吗？女鬼看了我一眼，大人是想插手我们之间的因果吗？我知道地府有地府的规矩，按规矩你也不该插手。我看着兜兜转转，时不时还尖叫的姚婷婷，可她现在毕竟是活人，只要是活人我就没有办法坐视不管。高燕流出2行血泪，她是活人，你护着她。我是活人的时候，谁来救过我？我有些沉默，但是还是开口，你跟她不一样，你是自杀。自杀本来就是大罪，可是姚婷婷想活。高燕面目有些狰狞，她想活，她配吗？当年我儿子得了脑瘤，我给姓王的打电话，让他来看儿子最后一面。这个女人怎么说的？她说姓王的在忙，让我们娘俩不要再找他了。那可也是他儿子啊。我儿子走的时候才16岁，撑着一口气等他爸爸，一口气硬是吊了3天，还没等到自己的亲爹。你让我不恨？你让我怎么不恨？我恨啊，我恨。他的魂魄隐隐约约不稳定，有些要暴走的趋势。受到影响，旁边的姚婷婷开始不停地尖叫，我听着烦，对姚婷婷说噤声。她只能张大嘴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终于世界都安静了。我知道你除了你儿子，心里还放不下另一个人。你如果肯放姚婷婷一命，我可以让你看到那个人。听我说完这话，高燕竟然慢慢冷静了下来，开始掩面痛哭。鬼没有眼泪，涓涓的血流从她指缝滴落在地上。她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你不要骗我，你如果骗我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大不了我跟你拼个魂飞魄散。我语气凉凉，就你那点道行，省省吧，你就是再自杀1000次，跟我比也不够格。我只是看你可怜罢了。我掏出手机，正巧上面进来了电话。大师，我快到别墅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是高鹤来了。我打开别墅门，冲他招呼，这里。他进了门，看到了兜兜转转的姚婷婷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大师，他咋了？发精神病啦？赶紧报警啊！我摆手，没多大事儿，就是被这屋的厉鬼缠上了而已。高鹤腿一软，差点跪地上了，那他还不如发精神病呢。高燕看了出现的高鹤，神情突然冷静了下来，嘴唇翕动，不敢相信地问我，他是高鹤吗？我点点头，是的。他伸出手想要抚摸高鹤的脸，可是高鹤只觉得一阵子阴风肆虐，忍不住缩了缩脖子。高燕又把手缩了回来。我看向高燕，现在可以说说那个小庙的事情了吧？你的儿子都上路投胎了，你却还在这里打转。高燕坐在我对面，开始讲述她这些年的回忆。当年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，认识了姓王的，他花言巧语骗了我的身体，我要嫁给他，我爸妈不同意我远嫁，我就为了他私奔了。我们2人去了美国，刚开始感情还算不错，结果一直到8、9年后我怀孕了。他也保证这辈子不会负我，可是他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文化，就越来越看不起我。后来我跟他一起回了国，白手起家开始创业，他成功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我们的儿子得了脑瘤。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是姚婷婷接的，我当时万念俱灰，陪儿子在医院等了姓王的这个混账整整3天。后来你应该知道了，我喝了安眠药自杀了，魂魄入不了地府，甚至去不了王死城。我这才知道是姓王的找人盖了小庙困住了我，拿我做法，保他生意兴隆，子孙昌盛。高鹤看我一直在对着空气讲话，有些好奇又有些害怕，大师，你在跟谁说话？真的有鬼吗？我说，你想看吗？姚婷婷家的这只鬼不但是厉鬼，而且和你很有渊源。高鹤更迷糊了，和我有渊源？我想看，她长得不吓人吧？我看了一眼高燕，她擦干了血泪，模样变成正常女子差不多，除了面色更苍白一些。我对高鹤说，你决定好，你要是想看，我可一个给你短暂的开一下眼。高鹤终究没有躲过自己的好奇心，好。我拿出牛眼泪给他开了眼，他看到了在他面前的高燕。高燕此刻看起来只是一个面无血色的普通女孩样子，她对高鹤的态度明显的不一样了。高燕伸手摸了摸高鹤的脸，手却穿了过去，当初离家的时候，你还是1岁多点的奶娃娃，如今长这么高了。我对高鹤说，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你父亲70多岁了，而你只有26？高鹤点头，记得。当时我问完他之后，他也觉得很好奇，回到病房又去问自己爸爸，可是他爸爸只是叹气，什么也不愿意说。
我指着高燕对她说，这就是你姐姐高燕，你捡到10万块钱的那个小庙，就是她的埋骨之地，钱也是她设法弄来的。高贺愣住了，你的意思，要弄死姚婷婷的也是我姐姐？高燕有些局促，我跟姚婷婷之间的恩怨和你无关，那个钱你拿到了，记得给咱爸看病。高贺，爸没有用那个钱，那是不义之财，你知道吗？那笔钱差点就害了另一个家庭家破人亡。高贺低声嘶吼，他不敢想象，如果他真的为了一己私欲用了这笔钱，转头就要害死了这么多人，他这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的。高燕是那个女孩的奶奶，执念太重了，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对高贺说，鬼的善恶观很单薄，活着的时候他或许不会这么做，但是他死了，你就不能指望让他有多少道德心了。他现在一切都是以自己执念为先。高贺如梦初醒，如果你是我姐姐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你？爸爸也没有提过你。高燕，是我不好，没有听爸爸的话，选择了一个畜生。他又把目光转向姚婷婷，这个女人破坏了我的家庭，让我儿子含恨抱怨地走了。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姚婷婷此刻已经清醒过来了，看见我就像看见救星了，死死抱着我的大腿就不撒开，大师救命！有鬼，有鬼真的想杀我！老王已经被他杀死了。我闭眼感受了一下，果然侧卧的床上，那个姓王的已经无声无息地死去了，魂魄都不在人间了。我猛地抬起头，你杀人了？高燕突然咯咯地笑了，是啊，我把他杀了。以前说好的呀，要生死相随，儿子和我都死了，他凭什么活着呀？我有些炸毛了，杀人是大罪，你明明只需要在王死城待上几年，我做法就能让你超度转世投胎，你疯了！高燕变得很温柔，浅浅一笑，谢谢大人，可是我累了，这人间太苦太苦，我不想再来了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的魂魄竟然渐渐变淡了。不好，这是要魂飞魄散了！我大喝一声，不许散！他的灵魂有些凝住了，是言灵起作用了。凡间女子高燕，活着的时候不孝顺父母，让母亲抱憾离世，死了之后又用阴体害洋人性命，现判罚，将其打入刀山地狱，服刑100年，110年后方可再入轮回。判决成立，天地法则生效。高燕的魂体又变得充盈起来，他叹了口气，大人这是何苦？高燕转头看了一眼地上瘫坐着的姚婷婷，我不杀你，不是因为我不想杀你，天理昭昭的，你等着看吧。不消片刻，高燕的灵魂就消失在了人间。别墅里只留我跟高贺、姚婷婷。我看着姚婷婷，你倒是运气不错，昨天刚领了证，今天就死了老公。姚婷婷憋得脸色涨红，想反驳我又找不出话，一个是不敢，一个是她理亏。报警吧，涉及命案了，第一时间找警察。姚婷婷突然回过神，不能报警，报警了我怎么解释？我很赞同她的说法，表示附和，那你就跟尸体一起睡吧，不报警，等他头七回来接你一起下去住。爱两不疑，真挺好。不过人家下去那边也有儿子有老婆，你顶多算个田房。他摸出手机，我报警，我这就报警。很快警察带着法医过来了，诊断结果他是心源性猝死，当时姚婷婷正在被鬼遮眼，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抢救。但是警察不相信这回事儿，看监控里她老公不断哀嚎，而她却在客厅走来走去，时不时尖叫，拿着手机一直在打电话。警方初步判断姚婷婷可能是有精神疾病。我跟高贺接受了调查之后就回去了。我对着直播间说，故事大概就是这些。后来姚婷婷虽然继承了姓王的家产，但是被判定为精神病，需要长期接受治疗和监管。姚婷婷也卖掉了姓王的公司，目前准备走法律途径，把钱分了1/2给高贺，就算是帮他姐姐给他爸养老了，毕竟这钱也是他姐姐和姓王的之前夫妻的共同财产。一点点酒精，可是主播你有点漏东西了吧？那个黄小仙儿后来没说怎么样了呀？你其实这一切都是这只黄仙的手笔。陶陶吃糖，胖哒胖胖哒。孟婆不喝酒，主播快别卖关子了，我想听，想得浑身都难受。别逼我现在开车过去找你深夜畅聊。说了太长时间，我喝了一口茶叶水。这只黄仙，它呀是来报恩的。小兔不睡觉，这点刚不是说过了？胖哒胖胖哒，主播快点说了，别喝了。我只是他报恩的人，从来就不是高贺。他要报恩的人是姚婷婷。姚婷婷从小在农村长大，他妈只生了3个女儿，又怀了4胎才生下他弟弟，身体也彻底垮了。所以从小他们家的脏活累活都是他在做。他10岁那年上山采蘑菇，遇到了被捕兽家家住的黄仙，动了恻隐之心，放掉了他。10几年后，黄仙修炼有长进，才知道昔日恩人做了孽，现世报很快就要到了，才出山找我，假装向高贺报恩。其实他想救的人一直就只有姚婷婷。直播间一溜的感叹号，他一个赶我108个心眼子。我接着说，那10万块钱就是黄仙动的手，迷惑了老太太，老太太才会带钱上山。高燕看到自己父亲缺钱，才施法把这个钱留了下来，所以老太太还没走几步，钱就丢了。
黄仙又设计让人告诉高贺来道观祈福，捡到了这笔钱，接着又引我去了医院，救下了高贺高燕的父亲，拿这个救命针当资本，才让高燕最后想通了，回心转意放掉了姚婷婷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有缘下次再讲。我关了直播之后，宋玄清正在我面前削苹果，他面前就是被捆着四脚朝天的黄鼠狼，眼巴巴地瞅着我和宋玄清。宋玄清摸了摸黄鼠狼，这小东西其实长得还挺可爱的，要不然留下来给你做宠物。我望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黄鼠狼，算计到我头上了，不给他点教训也说不过去，就让他陪着姥姥解闷儿。宋玄清笑了笑，也是个好主意。一挥手之后，地上只留着一只黄色的小土狗，冲着我汪汪叫。所以呀，人不能小瞧任何生灵，万物皆有灵性，要明白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，说不定有时候就能在不经意之间救了你，或者要了你的命呢。